原来宁波特产不仅仅是汤圆，听说还有2个糊涂的警员，短短的10分钟里犯下了稀松罪，抢了公民手机，试图毁灭的证据，谩骂、殴打，警察们揭发犯法，不知道谁是他爸，居然都没有受处罚。舆论静音，中国都一种声音，芝麻官都能让人民闭上眼睛，对付黎民百姓，辅警们很卖命，下狠手就为了工资3900，知法犯法去领罚，别把事情越拖越大，害了自己还抹黑政府和国家。乌鸦3语，警察之官。别给我乱删照片！干嘛了？你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干嘛？你说呢？我没想干嘛呀，对吧？你想事情搞大没事呢？我没想搞大，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不要闯红灯。你驾驶证给我看一下，驾驶证。不是，你得拿出执法证。你驾驶证给我看一下，配合一下吧，可以吧？你那行，拿出执法证。那你喜欢这样没事的，干嘛呀？这是我的东西。是你先动手的吗？我没有动手，我只拿我手机呀！我要回家了。多，你小心点。多，我错了。血了是吧？行，大哥，我错了，咱们握手言和，好吧？我把这边视频也删掉了，好吧？这2个人闯红灯，我全录下来了。嗨，大家好，我是乌鸦3语。前边拍摄这段视频的小伙子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是一名来自杭州的大学生，现在呢正在北京上大学。他也是一名摩托车的骑乘爱好者，他骑着摩托车来到宁波游玩。到了晚上，他发现有2个警察骑着一辆警用摩托车，在前边的路口就已经连续闯了2个红灯。这个小伙子呢不声不响就跟了上去。这2名警察骑着摩托车来到了一家面馆门口，停好车以后就走进去准备吃饭。这时候这名小伙子也跟了进去，他拿出手机来边摄像边对这2名警察说，我看见你们闯了红灯，你们是警察，你们不应该这样做。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前边我们录像里边看到的那些。当这2名警察转过身来以后，我们才能看到他的反光马甲胸前呢写着2个字辅警。原来他们2个就不是警察，只是辅警而已。这时候这2名辅警就开始做违法的事情了。他们把手机抢夺过去以后，试图自己去操作，把小伙子刚刚进门就开始的录像把它停止并且删除掉。那这个地方就有鬼了，对不对？就算他是警察，他有警号，他有警官证，那他前边已经闯了2个红灯，这是他违法在先。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权利对他提出批评建议以及取证举报，这样的权利是由宪法赋予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41条就有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违法失职的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宪法是立国的根本，如果说这个政府想要继续执政下去的话，那他就必须要去维护宪法的权威，否则人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共产党政府下台。但是在共产党几十年的执政当中啊，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在践踏宪法的权威，在巧妙的利用手上控制的舆论，在一次又一次的把人民的眼睛给蒙起来。就拿这次这2个警察的事情来说吧，国内各大平台报道的版本呢，他们只保留了在面馆里边的对话，并且呢只是部分对话。出了面馆以后，这一名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试图去夺回自己手机的时候，他被那2个警察按在地下殴打。这一段画面，国内任何一家的新闻媒体都没有把它剪进去。要说他们避重就轻，这可真是抬举他们了。他们这就是在造谣啊！现在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发了一个警情通报，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了解这个情况，调查清楚了。情况基本属实，涉事双方已于当晚达成谅解。到目前呢，分局已经按规定对这2名辅警做出警戒，并且降级处理，取消全年考核奖，并且交警部门已经对他们闯红灯的行为做出了相应的处罚。首先，这一份警情通告就是在造谣，就是在放屁。当天晚上，涉事的小伙子根本就没有和这2个辅警达成任何的和解。我们在视频上可以看到，小伙子最后跟那个辅警说，我们握手言和吧，你把手机还给我好了，我把里边拍的东西删掉。他这么说可不是要握手言和啊。当你面对着2个完全目无法纪的警察的时候，这2个蠢蛋他们脑子里边就是一堆浆糊。这2个人这辈子离宪法最近的时候，估计也就是在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小伙子说要跟他握手言和，是为了赶快把手机拿回来。
尽快的和这两个土匪警察脱离接触，避免受到他们更多的伤害。拿回手机以后，小伙子立刻对在旁边围观的群众说，这两个人闯红灯，我拍到他们了。当这个小伙子离开现场以后，立刻就把头盔上的一个摄像头拍摄到的这两个警察的违法实况发布到了网上。那大家说这算是和解吗？那这个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是如何调查出来当天晚上他们和解了的呢？最后小伙子还在网上发了一个说明，他介绍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并且他介绍了后来警察跟他了解情况的几次通话，在说了些什么，了解了些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和任何人达成和解，况且这两个警察的做法他已经是违法了，可不光是处罚一下闯红灯那么简单。这个小伙子的手机被他们强行的拿走了，非法的抢夺公民的财产，自己本身作为一个执法者，他们用暴力的手段试图去消除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这可是重罪啊，7、8年起步的。在小伙子试图把他拿回来的时候，他们殴打并且制服了小伙子，殴打并且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又是触犯了刑法，对不对？在扭打的过程当中，小伙子很昂贵的衣服也被弄破了，摄像设备也被按在地下摩擦，手机也摔了，人也弄伤了。然而呢，这两个草包警察的主管部门，也就是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给他们的处理呢，仅仅是降级处理，做出警戒，并且取消全年考核奖，真是他妈的可笑啊！两个辅警你还要降级处理，他还能怎么降？降成勤杂人员、清洁工，天天给你们扫厕所，是不是？国家用于规范辅助警务人员的一个法规，名字叫做《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这一份意见是从2016年开始实施的，一直沿用到现在。下面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两个警察从头到尾他到底犯了多少法。首先是第1章第4条，警务辅助人员不具备执法的主体资格，不能直接参与公安执法工作。在案发的时候是两个辅警在一起，他们身边并没有执法资格的正式的公安干警，并且呢，两个辅警已经不在上班时间骑着公用的摩托车去吃饭。那是不是公车私用这个另说，因为这个条款里边没有对公车私用做出规定。至少在现在他们两个没有任何执法的权利，在没有任何执法权利的情况下，他们强行的拿走了这个小伙子的手机。再来看第2章第10条，公安机关以及其人民警察不得安排辅警从事以下的工作。第2条里边就有执行强制措施，第3条里边有行政强制措施，第13条规定了辅警不能有以下的行为：第一，单独执法。那么这两个草包警察，他们显然是觉得自己是有执法权的，他们认为抢夺小伙子的手机，把对于自己不利的那些证据把它删除掉，这是他们所谓执法的权利。第6点，体罚虐待违法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人员。第7点，非法剥夺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第13点，其他违法违纪行为。这个小伙子在合法的保护自己的财产，向他们讨要手机的时候，他们非但没有把手机还给小伙子，还把手机强行的抢夺走，把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放在自己的身上，还让这个小伙子跟他们一起到警察局去处理这个事情。大家想，一旦到了警察局，那警察局里边有执法权的公安，他就可以对小伙子进行一些选择性的执法，比如说我要检查一下你的手机有没有翻墙软件，对不对？如果有的话，那是不是又可以定你一个罪了？所以就说这两个辅警可是坏到骨头里边去了。在小伙子想要强行拿回自己的手机、自己的财产的时候，这两个匪警还将他打倒在地，把他控制起来，限制他的自由。再看第6章奖惩，其中第37条规定，警务辅助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聘用单位工作规定的纪律要求的，视情况给予批评教育、扣发绩效工资、扣发年终奖励等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好，到这里大家看清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哦。他们这个辅警的身份可没有保护他们不受法律制裁的权利哦。我们后边慢慢的看他们俩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第39条，警务辅助人员有下列情形的，予以解聘。第4点就说了，违反社会公德，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这两个草包都已经这样了，难道还没有社会不良影响吗？乌鸦三语都把他们写成歌了，对吧？都在唱他们了，难道这还是社会良好影响吗？难道这样还不值得开除吗？这两个草包警察从头到尾把能够违反的条款都违反了一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警察之光，警界中的奇葩呀。好，前边的是针对他们辅警定的规则，他们辅警的这些规则里边明确的说了，如果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也就是说，他们辅警的这个身份，他们披的这张皮，并不能为他们减免任何的罪责。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针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的规则。
第293条，寻衅滋事，第一个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第二个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第三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恶劣的；第四条，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的。这两个草包可真是牛逼啊！寻衅滋事的4条全中啊！刑法第307条，以暴力、威胁、贿赂等方式阻止证人作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司法工作人员从重处罚。刑法第308条，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张长拿着一个手机在武汉拍2张照片就判他4年，用的就是寻衅滋事。那么这两个二傻子把公民按在地下摩擦，并且抢夺公民的通讯工具，试图销毁他们的罪证。最可怕的是，这两个人本身就是警务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需要接受扣除年终奖的惩罚。而张长呢，因为拍了几个视频，拍了几张照片，就被判处4年的有期徒刑。看来这两个二傻子的后台可不简单哦，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居然可以让国内各大的媒体忽视掉后半部分打人的那部分，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扣除一个年终奖，就这么堂而皇之的糊弄老百姓。你们共产党啊，可真是牛逼啊！来，给你们点掌声哦。在乌鸦三语看来，一个警察国家，一个威权政府，他们曾经的那个伪善的面具正在逐渐的碎裂。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变成统治阶级打压人民的手段的时候，那么回头去想一想，这些已经消亡掉的朝代，他们的末年都是怎么过来的？无一例外，他们都是纲纪崩坏，都是自己的法律出了问题。法律一旦坏了，那么民心就散掉了。民心一散，那么国力一落千丈，那必将是灭亡嘛。东汉末年，纲纪崩摧，群雄乱国；大唐末年，纲纪全无；汉灵帝末年，纲纪废弛。30年后，东汉灭亡。所以随便翻一下历史书，只要是法律开始乱套了，那么这个政权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